这个能不能挣钱？能，儿童市场。这个能不能挣钱？能，跪着。这个加上这个，能不能站着把钱挣了？敢问大哥，何方神圣？现在我的心情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哈，反正就是很激动、很兴奋，真的已经很久没有玩到过让我这么兴奋的发热器了。我手上拿的这只呢，就是北青 ES 系统电缸发热器马克3型 Challenger 挑战者的样机。其实呢，上个月我就已经看到内部测试的视频了，但说到底还是得自己上手把玩，才能真正体验到它的实际感觉。毕竟咱也不是二次元，不能对着手机屏幕去冲，对吧？反正经过我的软磨硬泡吧，终于从北京手上拿到了这只 Challenger 的样机。首先要说明点啊，我拿到的这只只是工程测试机，整个材质和细节处理跟大货肯定是有区别的，所以咱们主要是来看看结构和功能，因为大货上的细节还会进一步调整啊，但基本的外观结构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了。之所以叫它马克3型呢，是因为之前还有马克1和马克2两代技术验证机，到马克3这个版本啊，才真正完成这套成熟稳定的系统。它的外观是欧洲一位设计师的作品啊，北青拿到版权以后，在这个基础上修改做成了外壳。可以看到 Challenger 用了握把弹匣的 SMG 造型，握把和枪身有个很大的护弓连接，枪口装置还做了个攻击头。整体外观并没有现实武器原型啊，是一款完全架空的科幻设计。这个外观应该能戳中不少人的基点吧，反正我是很喜欢。后托完全收起来的情况下，发热器全长60厘米，展开以后70厘米，裸枪全重超过2公斤。对 SMG 枪型的发热器来讲，这个体型比我想象中要大了不少啊，拿在手上相当敦实。样机的上盖是铝合金 CNC 加工出来的，这个壳非常厚，顶上有全通的标准刀尾。下身主体是白色的尼龙烧结，因为摸得太频繁了，有的地方已经显得有点脏了。这个材质呢，可能主要是方便测试，大货应该会换成注塑的版本。机匣右侧最显眼的就是正中间的金属基片了，这个基片跟气缸活塞联动，用来模拟回膛功能。不过基片是纯电控的，在没通电的情况下，直接用手拉很费劲啊。而且呢，就算你天生神力，拉到底也是没有办法上膛的，不能像 P99 那样手自一体。机匣左侧有2个拨杆，前面的快慢机是4档电子开关，有保险、半自动、3连发、全自动4个档位。后面的金属拨杆是空挂释放，用大拇指推起来很方便。虽然也是握把弹匣供弹 ，Challenger 的握把比壁虎要紧致了很多，没有那么肥胖了，握起来挺舒服的。扳机是微动控制，手感很轻，旁边有弹匣释放按钮。Challenger 发射的是13毫米短弹，专用的斜弹匣是单排供弹，载弹量20发左右。其实弹匣的空间还有富裕，但继续装的话会把软弹压扁。爆弹口的优化让弹匣可以直接插拔，不需要考虑推弹杆的位置。插拔起来也非常顺畅，按下释放钮，弹匣可以直接掉下来。我这个打印的样品就被我这么摔坏了。弹匣脱弹板上有个磁铁，这个是用来感应实现空舱挂机的。Challenger 的弹匣规格和工匠斜龙爪不太一样，也没有办法通用市面上其他的 Nerf 弹匣。工程机的后托，包括上面白色的托腮板，目前都是尼龙烧结材质。伸缩结构用了2根铝合金裆连杆，调节范围很大，基本上只要你不是长臂猿，都能找到合适的档位。锁定的拨杆在底下，往2边都能拨，很方便。前节2侧有可以挂载的皮轨，护木下面装了个打印的足手器，这个应该也只是打样的配件。底下的导轨上你可以自己换成握把之类的配件。枪口的攻击头跟整体设计挺搭的，里边装了一小节阳线的螺纹管，一定程度上能提高点精度。这个攻击头是可拆卸的，后期应该会有长管加支退器或者其他可以替换的外观升级件。发热器的外壳用上下分体结构，拔掉前后2根快拆销，可以直接打开机匣盖，维护起来非常方便。电池放在机匣前面预留的空位上，有魔术贴固定。
样机这里用了一块30C 放电率的 T 砂电池，可以想象得到它的电机功率有多大。机匣后半部分里边装的就是 YES 电缸系统的波箱了。这只工程机用了全套 CNC 的剥壳和内购，相比 AEG 气缸大了不止1圈，气量应该也是非常充裕的。据说在开发阶段，为了防止性能过剩，还阉割过一次气缸。推弹杆比常见的手拉发射器也更粗，毕竟全自动发射对强度的要求比较高。因为它没有手拉的功能，所以插上弹匣以后要先抠一下扳机才能上膛，其实也挺方便的。待机状态下 ，YES 系统会对弹簧进行预压缩，来实现先激发后回膛，跟手拉发射器一样，几乎是瞬间释放，零延迟，整个过程没有一丝拖泥带水。虽然活塞撞击的声音很大，但是跟飞轮电机启停的噪音完全不一样，很干脆，就是那种听了以后会让你非常兴奋的啪啪啪的声音。激发的时候可以看到活塞联动的回膛基片同步回膛，因为活塞行程很长，已经超过了短弹的长度，所以这个回膛呢也就相当于是全行程。YES 系统内置的芯片会控制每次激发的功率，同时有传感器负责检测活塞位置，来保证每次激发都可以完美回膛和归位。虽然没有后坐力模块，但是因为巨大的弹簧和活塞，Challenger 激发的时候甚至会产生轻微的后坐力，加上迅速有力的全行程回膛，这种体验不论是手拉还是飞轮结构的发射器都很难望其项背。虽然也是靠电机和齿轮带动活塞完成激发，但是它的活塞上装了独立的电控组铁，可以靠芯片的内置程序来实现3连发功能。我倒觉得这个模式是设计师在炫技啊，实际意义比较有限。毕竟有全自动的情况下，完全可以手动控制长点射。全自动的射速大概在300 RMP， 每秒5发的样子。这个射速确实不算高啊，可能对玩惯了 AEG 秒30的水友来说不太能接受。不过这么大的气缸行程，拿 AEG 来比显然也不太合理。而且20发的载弹量，全自动扣住不放的话，轻空弹匣也只需要3-4秒钟，跟动辄几百发载弹量的水弹玩起来可不是一种感觉。至于可靠性的问题，这几天玩下来，我打了至少有上千发，很多都是打了好几次的二手弹，一次卡弹都没有出现过，整个机构还是非常稳定的。那如果你非要用被踩扁的垃圾弹塞进去打，什么发射器也顶不住，对吧？而且清除故障非常简单，2根销钉一抽，上盖直接打开就可以了。我这支工程样机是可以空舱挂机的。大货的 Pro 版本应该也会有这个功能，不过它的空挂并不是纯机械结构啊，弹匣托弹板上有一块小磁铁，在打空弹匣以后呢，这个磁铁就会贴在托弹杆上，触发前面的传感器，活塞在最后一次压缩以后就不主动工作了，实现这个空挂的功能。那空挂释放是不需要芯片参与的，按一下这边这个按钮，直接就可以释放了。用工匠的2代子弹测出来的初速在48上下。全自动模式初速会有一些波动，也在正常的范围。工程样机可能还有一些性能参数没有最终敲定啊，这个测试的结果仅供参考。而且呢，大货的入门版会改用尼龙材质的波箱，性能上可能会有一些出入。根据我这几天打靶子的成绩来看 ，Challenger 的精度应该说是达到了目前软弹发射器当中第一梯队的水准。客厅差不多是9米长啊，就是从那头到我脚下站的地方。我现在是在阳台上，刚才我在那边摆了4个靶子，大概是跟烟盒差不多大小。可以看到右上角有一个烟盒作为参照物。我们用工匠2代子弹打一下试试啊。看走廊里面那个靶子，测一下距离啊，16米。可以看到，在16米的距离上，末端会有轻微下坠，
毕竟软弹的弹重超过了1克 ，A4 钢把80%的上马率已经让我非常满意了。全自动模式下，因为抖动的问题，散步会略有增加，但10米左右仍然可以维持 A4 范围几乎100%的上马率。而且这支工程样机用的是短枪管加硬线的配置，如果用上长管加鱼线，精度可能还会进一步提升。对于一支有全自动模式的电缸发射器，这个级别的精度，不论是下场还是打瓶子，都完全可以胜任了。对比市面上其他类型的发射器啊，我不敢说挑战者能在所有方面都有压倒性的优势，但仅仅针对无延迟的半自动激发这一个特性啊，它的体验就是以往任何软弹发射器都前所未有的。虽然前期测试的视频也看了不少，但只有当你真正拿上手试来以后，你才知道这种迅速有力的激发和回弹的感觉，实在很难不让人激动。这也是自从去年9月水弹核爆以来，圈里最振奋人心的产品了。国内 Wargame 未来会怎么发展，显然不是1、2款发射器能决定的。但我个人觉得，挑战者的面世显然是给现在低迷的局面打了一针非常有效的强心剂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一款可以稳定半自动的软弹发射器普及以后，对下场的模式甚至都有可能产生的影响。无延迟激发的半自动功能会让更多人摒弃无脑泼水的玩法，重新找到战术对抗的乐趣。我相信啊，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，Challenger 很快就会对现有的软弹市场格局发起挑战。那作为一款开创性的产品呢，轻武库的 ES 系统在电钢软弹的科技树上，也必定会留下咱们国人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不知道这期视频大家看得过不过瘾啊？反正我玩的非常过瘾。这个工程样机拍完以后就要送回厂家了，等到正式版上市以后呢，还会有更详细的上手视频。兄弟们不要忘了给我点赞投胶。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再见。